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大家是不是都挺期待能有一次爱马仕的特别定制经历？相信没有人不想让爱马仕把你心目中的那款包变成现实吧。但是呢，我的第一次特别定制经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遗憾，因为当时做了一些让我挺后悔的选择。那么我到底后悔什么呢？我会在片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视频前半部分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特别定制，怎样才能拿到特别定制，以及定制的流程。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直看下去吧。那我手上的这一支呢，就是我特别定制的一支 Birkin 25，颜色是 EQ 彩纸粉拼 P9 海葵紫。我搭配的是外部拼接的，我当时选择的是金扣。那么如何辨别一只爱马仕包包是不是特别定制呢？最直观的是看它的外观。特别定制的包包大部分都像这样，由2种颜色组成，而一些以前的定制款也是出过3种颜色。但是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拼色包包都是特别定制，有些可能只是专柜出的特别的限量款。那最重要的区分点就是它的身份标识，也就是这个马蹄印儿。只要是带有马蹄印的爱马仕，那就是特别定制的包包。像这种拼色包包的定制，我们一般称之为 Special Order。但官方的叫法其实是 RAC Order。那爱马仕每年会进行2次这样的 RAC Order， 分别是4月和10月前后。每次快到定制日的时候呢，各个门店的 SA 就会开始筛选自己最优质的几个客人，把他们的名单报到上面，然后得到批准的客人们就可以为自己欧搭一款包包。那这里最关键的肯定就是如何能让 SA 百里挑一选中你，把你的名字加入到名单中报上去。我有听过一些朋友遇到天使 SA， 自己也没有消费多少，就直接获得了特别定制的名额。这在我听起来是有点太考验运气了，甚至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天使。我的经验看来，我想获得特别定制的名额，应该得脚踏实地的做以下2步。第一步，你需要向你的 SA 展现你的忠诚度以及你的长期大额消费的能力。比如你时不时就去店里问问包呀，配货呀，跟 SA 搞关系呀，时间甚至不需要很长，但一定要高效，足以让你的 SA 对你保留非常好的印象。比如 SA 推荐给你的一些小物件，甚至带钻的这种，你也可以能够非常爽快的拿下。或者有时在 SA 需要你补业绩的时候，你能挺身而出，那你的 SA 遇到像特别定制这样的好事儿，肯定会优先考虑到你。这也是我之前说到的，就是说オタガイ様铺垫好了第1步，就接着要做第2步，就是你需要在合适的时间点表达自己想要特别定制一个包包的意愿。最佳的表达愿望的时间，我觉得是定制期来到的前2个月，也就是说2月份以及8月份左右。我当时订这个包，我记得是在8月份的时候跟 SA 提出来的，因为我估计他们那会儿应该已经开始考虑到特别定制的名单了嘛，所以我当时先去店里消费了一些配货，然后再向 SA 表达我希望能拿到一个包包的意愿。他就答应了帮我申请这个名额。如果你刚好赶上，比如说快过生日啦，或者结婚纪念日什么的，也可以告诉你的 SA， 他可能就会刚好顺水送你一个人情，尽力帮你申请这个名额。像这样提前2个月打好招呼的好处就是呢，不仅让 SA 清楚知道你的意愿，而且假如他还需要你再额外加把劲儿什么的话，你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安排。那如果获得了特别定制的名额，你就会收到一封邮件通知你去定制。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讲，这幸福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因为你需要选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首先，第1步就是选择包包的款式和尺寸，这个其实还算比较容易决定的，因为大家普遍的首选，也就是最推荐的首选，肯定是 Birkin 25厘米或者是30厘米，Kelly 25厘米或者是28厘米，还有就是米妮 Kelly 2代。毕竟这几个包款是最难配到的，也是最保值的人气包款。有些朋友可能想要定制的是一些特殊的或者是绝版的款式，比如像是 Kelly Doll 这样的，
我懂，我也一直想要的，但是这种款式的确特别难实现。据我所知，基本是爱马仕的顶级大 V， 或者是运气非常好才能够申请到这种特别定制款的资格。那最让人纠结的绝对是下一步，也就是选择皮质和颜色。SA 会发给你一份色卡，上面有这一期你可以选择的皮质以及其对应的颜色，你是只能从这里边做选择。所以如果你的梦想是想要一个奶昔白的 Epsom 皮，但是这期的色卡里奶昔白可能只有 S 皮，那你就得决定你是为了奶昔白放弃 Epsom， 还是为了 Epsom 而放弃奶昔白。关于选颜色，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先想好这个包你是自用呢，还是将来准备出手。如果自用的话，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要出手，就一定要考虑它的市场价值，建议尽量选择金刚色和人气色的颜色搭配，这样的话市场价值会高一些。比如说黑白拼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熊猫色，就是一种很保值很稳妥的拼色。那选皮质呢，道理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会说想选择定制山羊皮，因为专柜出的少嘛，又很稀有，但是其实二手市场上山羊皮还是比较小众的，远远不如 Togo 或者 Epsom 皮有人气，所以它升值空间小。如果未来考虑出手的话，我个人会选择 Togo 或 Epsom 皮外加人气颜色的搭配。那颜色选好了，下一步就是选择拼色的方案。光拿 Birkin 和 Kaylee 这两个包款来说，它们有两种不同的拼色方案，一种是内外拼色，也就是外部是一个颜色，内部是另外一个颜色。那另一个方案呢，就是外部双拼色，这个也有两种拼法，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正反面与侧面的拼色，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我这种滚边的拼色，以及包带和提手部分的拼色。这里补充一句哈，如果不喜欢拼色的朋友，当然也可以选择是一种颜色，那样出来的包包就跟专柜出来的普通包款是一样的，只有一个颜色。但是如果有考虑未来出手的话，拼色方案其实是很重要的影响价格的因素。像外拼双色，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特别定制的嘛，所以出手价格可以会更高一些。或者是内外拼色或者是单色的包包，华丽的有点太低调了，人气就会稍微弱一些，那出手的价格就不会比普通专柜的包款高太多。所以定制前一定要先想清楚，我是自己想用呢，还是将来要出手的。接下来就是要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那就是要选择五金。定制的五金常见的有拉丝金扣、银扣、香槟金扣和普通的金扣、银扣，其中拉丝金扣、银扣现在专柜的包款上已经是见不到了，所以它们是非常珍贵的，也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它们那种雾雾的磨砂的感觉看上去非常的高级，市场上人气也是非常高的。选完五金之后呢，你还可以选择的是缝线。缝线一般有3个选项，第一种是默认色，也就是让你的工匠帮你选颜色，这种呢一般都使用的是跟皮质相近的颜色或者中性色的线。第二是反差色，比如你定制了黑白拼制的包包，那缝线就是白色皮上缝黑线，黑色皮上缝白线。第三种就是你自己挑一个颜色，比如我这个包包缝线颜色选的是拼色之一，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啤酒海葵紫色，这样看起来就会整体比较的立体，颜色也非常的和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跟2个颜色以外不同的另外一种颜色，这样你的包包加上缝线就会有3个颜色了。但如果考虑出手的话，我个人不建议去冒这个险。首先不一定搭配的非常的好看，其次颜色越多审美越觉得小众，出手的价格也会多少受到影响。那如果你定制的是 Kaylee 包的话，你还得再选一下你的肩带长度。专柜正常买到的 Kaylee 肩带长度是85厘米，对于像我这样个子稍微矮一点的女孩子来讲，肩带稍微有一点点长，但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定制70厘米的长度。另外还有105和125厘米2个长度也是可以选择的，稍微长一点的话可以斜挎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建议大家下单之前先在家里用卷尺在身上稍微测量一下长度，然后再去下单。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定制，那就是在包上刻上你的名字。我当时是等包到达门店，我去取包的时候才会问到要不要刻上你的名字，我当时就是拒绝了。那以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等客人决定了要买这个包，再询问你是否要刻字，不会提前把字刻好。
因为客人是有权利拒绝购买这个包的。如果客人拒绝购买，爱马仕其实考虑还要把这个包去卖给其他的人。但是现在在香港、澳门，好像是我听说是要求必须要刻名字。我有个朋友也是被强迫的要求刻名字了，但是后来去取包的时候，他发现工匠居然忘了刻了，门店经理还一直跟他道歉说对不起呀，对不起呀，现在我马上帮他们叫过来，帮你去把这个名字补上。我朋友赶快就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抱着这个包赶快就跑了。那为什么我们都不想去刻名字呢？因为刻名字其实也会影响未来包包出手的价格的。毕竟对于下一任主人来说，打个比方，就有点像男朋友的那个身上纹上了其他女人的名字一样，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和介意的。好了，那全部都选好了，订单也提交上去了，是不是就可以坐等包包了呢？并不是哦，我知道有一些朋友订单也交上去了，却被爱马仕专柜给拒了。具体是什么原因被拒呢？爱马仕专柜也不会告诉你太多，他们可能只是通知你，让你重新选一下颜色这个样子。如果赶不及这一期的特别定制，就会把你安排在下一期。其实被拒的原因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颜色的问题，客人选的颜色太落俗，或者是脑洞太大，爱马仕可能都不是很能接受得了。可能有人会问，那爱马仕自己提供的色卡让我选的嘛，怎么选了还不给我做呢？可能是爱马仕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你这么有创意，比如说选了国旗红拼竹子绿这样的配色。有朋友可能会好奇，特别定制的包包是不是比专柜普通的包管更贵一些呢？其实定制包包跟专柜同规格裸包的价格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未来出手的话，只要是带有马蹄印的包包，无论它是纯色也好，内外拼色也好，还是双拼色也好，出手的价格都会比同规格的专柜价格要高一些，这就是特别定制带来的附加价值。那么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你定制的包包呢？其实时间上呢也没有说特别的明确，一般普通皮的定制大概是几个月到1-2年的时间，鳄鱼皮的话等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我的这支拼色呢，我记得当时是等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包包多少还是留下一点遗憾了呢？因为吧，毕竟当时这是我第一支订的拼色的包包，当时也没有什么经验的，只是先明确了我想要一只粉色和紫色的拼色的 Epsom 皮的包包，然后当时就直接进店里去选颜色，然后当时在 Epsom 皮的色卡上边有我特别喜欢的P9海葵紫这个颜色。但是呢，粉色只有彩纸粉这个颜色，我其实期望的粉色呢是更浅一种的那一点，比如说像5P 这种就是非常粉嫩的粉色，但是没有得选嘛，然后我就说那就这个吧，就选 EQ 彩纸粉这个颜色吧。结果拿到包之后，第一感觉还是就是说有一点点的失望，虽然整体还是一个小公主嘛，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好看，的确不是我梦想中的样子。但是如果让我用掉下一次定制的名额来订一个跟原来想要的那种一模一样的包，那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款式重复了，虽然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了。我建议在选色的时候，还是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对比一下各种颜色的搭配。如果没有最想要的那种撞色，不妨考虑一下拿一个保险一点的同色系的中性色的拼色，比如说深灰拼浅灰这种，百搭实用，而且非常的保值。然后等下一次有定制机会的时候，再去定制你梦想中的那个小可爱。我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是遗憾的，就是这个包的包扣。当时我担心呢，就是说拉丝扣在25身上就是有一点点太重了，气场太强了，所以当时选择了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金扣。因为其实我平时用包还是蛮费的嘛，所以还是应该选择拉丝金扣。它不仅耐看耐磨，而且非常有高级感，它只是在特别定制的包包的身上才有的独特的元素。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祝愿大家都能顺利获得爱马仕特别定制的机会，希望到时候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哦。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下期见。